伊朗恐怕又要被锤了。五角大楼已经拟定一份新的打击伊朗方案，就等特朗普一声令下。另一边，俄罗斯号称无敌的战术导弹被乌克兰验了验货，结果竟然是个假货，里面只有混凝土和金属块。与此同时，北约进行了一场兵棋推演，1.2万架 AI 无人机就能把俄罗斯的入侵计划按在地上摩擦。不过在真实的战场上，不能只依靠无人机。瑞典大手一挥，16架鹰狮直接送给了乌克兰。那么美伊会不会再次开战？真数为什么造假？鹰狮入乌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其实现在的中东只是表面上还挂着停火框架而已，私底下的交火基本没停过。就拿伊朗来说，先是放出多架自杀式无人机跑过去骚扰美军，结果被美军全部拦截。几个小时后，伊朗又向科威特方向发射弹道导弹，又被科威特拦截。美国也没惯着他，在拦截并摧毁了伊朗的无人机后，就把火烧到了阿巴斯港，这里就有伊朗的无人机控制站。当然，停火还是要继续停的，双方基本还在遵循这个共识。让火力军关注的是一个最新消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爆料，五角大楼已经拟定了一份全新的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行动代号叫大锤，就等特朗普点头。看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有疑问，怎么还要换个新代号？原因其实很简单，按照1973年的战争权利决议，总统可以先动用武力，但需要在48小时内向国会报告。如果没有国会授权，军事行动通常不能超过60天。之前的史诗狂怒行动从2月28日开始到4月8日停火，差不多在40天左右，算是卡住了60天的这个红线。要是能和伊朗谈出成果，那这一次停火也算没白费。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始终都是差了那么一点，双方在关键的浓缩铀等议题上互不相让，能不能谈出结果就成了未知数。一旦谈判崩盘，美国要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还是得打一顿才行。而大锤这种新代号就代表了新的军事行动，从而重新计算战争权利决议规定的60天战争授权期限，这样也能绕开国会授权，其实就是打了一个法律的擦边球。那么这记大锤都锤谁呢？ NBC 给了一份清单，纳坦兹核设施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算是首要目标。2025年6月，美军就炸过这两个地方，这一次算是补刀。然后就是哈尔克岛，这是伊朗的石油出口中枢，掐住这里就等于捏住了伊朗的命脉。此外还包括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等要害节点。这一通操作就是奔着把伊朗打废去的。伊朗方面也清楚，美国随时有可能重启战火，所以他们也做了准备。先是重启了国防工业生产，然后又是开展所谓的刺猬战略，就是把部队分散到山区和城市中心，减少对固定基地的依赖，提高军队的机动性和隐蔽性。怎么说呢？如果他们觉得只靠分散就能躲过美军的侦察和袭击的话，那他们开心就好。就目前局势来看，双方其实都还保持着克制。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还放话说，与美国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很低，可见伊朗方面也是寄希望于谈判，觉得谈判能谈一个好结果的。有消息透露，双方正在商定一份60天的停火协议，现在就看这份协议能不能顺利推进了。反正美国这边看起来应该是已经准备好了，中东这边还时不时擦出点火星。而在乌俄战场上，双方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俄罗斯大规模袭击基辅，甚至还动用了真数导弹。一切结束之后，乌克兰派人去查导弹残骸，查到最后都绷不住了。不是，怎么有人射导弹还射假货的？我们要先说清楚一点，所谓的假货也不意味着俄罗斯射的就不是导弹，也不意味着它完全没有威胁，而是俄罗斯把它吹成什么无法拦截的超级武器。结果乌克兰调查人员在对白采尔科韦工业区撞击现场进行详细勘察后，得出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这枚号称俄罗斯最先进、普京私自站台宣传的真数导弹，里面装的是金属和混凝土块，全身上下找不到一丁点爆炸物。更让火力军笑出声的是，这还不是头一次。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赫纳特证实，从2024年11月第聂伯罗第一次使用，到2026年1月利沃夫地区第二次打击，再到这次白采尔科韦，俄罗斯3次战斗部署战术全是同一套配方，金属和混凝土，一次都没放爆炸物。其实真数这个东西设计出来就不是用来装常规弹头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核投送载具，带的是分导式多弹头，也就是那种6个弹头，每个弹头再分成6个子弹的配置，一次打击能打出36个落点。这个设计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这是核弹头专用的架构，你把核弹头拿掉，换成金属和混凝土，那它就只剩下一种杀伤手段了，动能撞击。
也就是用超过10马赫的速度把子弹头硬砸向地面，能砸出多少伤害全看子弹头有多硬，其实就是物理撞击。只有物理撞击的话，哪怕它速度再快，质量再重，放到现代战场上，实战效果也不够看的。在白采尔科维撞击现场，调查人员发现了直径约3米、深约2米的撞击坑。这个尺寸不是爆炸会形成的特征，反而和重型金属块撞击地面留下的痕迹完全吻合。实际造成的损失更好笑，仅仅摧毁了几个储藏间而已。此外，还一直有频道追踪，声称俄罗斯在那一晚发射了2枚帧数，只不过有1枚落在了俄战区。泽连斯基在袭击后向特朗普致信，信里也说是2枚帧数。这件事一旦坐实，那就说明至少每4枚帧数导弹就有1枚可能在实战中失败。如果第2枚是故障坠毁，那实际失败率就是 25%。换句话说，俄罗斯每射4枚帧数，就很有可能有1枚在自家头上爆炸。这下好了，帧数既是进攻武器，也是俄罗斯对付俄罗斯的大杀器。这是真的用洲际导弹的成本给乌克兰放烟花看了，这种效果谁看了不笑？那问题就来了，俄罗斯为什么不装真弹头？是没有还是不敢？答案是既没有也不敢。一旦装上核弹头去打基辅，那就在挑战全世界的核底线。北约会有什么反应？国际社会是什么反应？普京根本赌不起，所以他们绝对不敢真的动用核弹头。既然核弹头不能用，那不能用常规弹头吗？能用是能用，就是要考虑一些问题。发射之后会被乌克兰顺利拦截吗？导弹残骸被捡走怎么办？这对俄罗斯来说不是普通的技术问题，而是面子问题，甚至是威慑体系会不会塌的问题。因为普京当初吹帧数的时候吹的就是2个字：无解。这种武器一旦被乌克兰顺利拦截，打掉的就不只是1枚导弹，还有普京亲手包装出来的神话。到那个时候，俄罗斯就真的下不来台了。最要命的地方就是导弹残骸被捡走，如果用了真弹头，那些残骸对乌克兰来说就是天降的宝贝。调查研究人员通过那些残骸可以直接分析它的性能、弱点和技术。那普京好不容易吹起来的帧数就没什么秘密可言了。事实也确实如此，白采尔科维的残骸数量比前2次多得多，被乌克兰捡回去后立马就被拆了个精光。这一拆可不得了，调查人员在残骸中找到了弹头部署单元、制导舱和连接各个弹头的线路单元。经过鉴定分析，乌克兰方面确定这套导弹的设计基础还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苏联技术。虽然这种老技术让它在电子战中不会被轻松干扰，但它的技术门槛远低于俄罗斯吹牛时宣传的那种水平。再看具体零件，制导舱内的电子元件生产日期多标注2018年。这些电子元件里面，俄罗斯产的有57件，白俄罗斯产的有5件，甚至乌克兰官员还当着欧洲大使的面展示了回收的电路板，其中一部分微芯片就来自明斯克的一家工厂。最值得注意的是，美欧国家的部件数字是0，这就很不一样了。因为之前拆过的俄罗斯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里几乎全是美欧的芯片和微电子元件，也就是说，这枚帧数导弹很可能没有包含任何其他国家制造的零部件。那么它用的大概率是俄罗斯自主研发的老旧微电子技术，性能上限一目了然，已经能猜到8、9分了。就算真的有什么先进的军工设计思路，现在残骸落到乌克兰手里，几乎可以等同于落入美国手中。乌克兰加上美国2国共同发力，那些设计想藏也藏不住。自己花钱帮别人搞逆向工程，这笔买卖普京赔大了。综合所有考虑，核弹头不敢用，常规弹头更不能用。那除了塞点金属和混凝土，也没别的招了。把这个版本扔出来炸了，不用担心太多杂七杂八的，就算被拦截或者残骸被捡回去，但是只要能给美欧造成威慑，让他们永远猜不透帧数的真实实力，那就赚了。可惜有一点遗漏，弹头是假货，帧数这个载具本身可不是假货。所以普京玩来玩去，这一手操作和之前的许多操作一样，取得了完全相反的效果。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亦或是正在作战的乌克兰，是真拿到天降情报了，还能怎么说？感谢普京刷的导弹吧。帧数这边耍的花招被拆穿，而在另一边，有关北约和俄罗斯的一场兵棋推演，则戳穿了俄罗斯的色厉内荏。只要继续怼无人机，就能压制俄罗斯。这场推演由前五角大楼官员和美军军官亲自操刀，设定相当用心，跟俄军的常规操作一样，3线同时出击，东部穿过拉脱维亚东部的拉特加莱地区，向伊格纳利纳核电站开拔。装甲增援部队随后跟进，准备往立陶宛腹地直插。在南部从白俄罗斯出发，在第5天结束时就快把维尔纽斯给半包围了。西部最简单，加里宁格勒方向的俄军直接推进约30公里，占领一块地盘后立马宣布，这一片已经在俄罗斯的核保护伞下，北约看着办。
在这种情况下，北约就会犹豫，因为俄方摆明了拿核威慑给北约画红线。俄军现阶段的军事实力根本不足以对北约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但问题是，俄军不要打穿北约，他们只需要拿到既定事实，在停火谈判桌上比欧洲让步，而且推眼底还设了一个最让欧洲头疼的时间点：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华盛顿对北约的长期承诺不确定性极高，这恰好是普京眼中动手的黄金窗口。推演到这个节点，场面几乎就是俄罗斯剧本里最想看到的样子。俄军前线快速推进，还在西边宣布核保护伞生效，立陶宛和驻扎的德国旅硬扛3路俄军，而北约还在犹豫不决。看起来俄军完全是大好局面。然而，只要更换一个变量，局面就会彻底逆转，那就是给立陶宛和德国旅配备约12000架 HX-2 打击无人机。在这种情况下，俄军进攻部队在头10天内就要损失超过1/3的兵力。第一波攻势还没走出国境线，就被人按在地上反复摩擦了。HX-2 这东西重量只有12公斤，最高时速约220公里，最远射程约100公里，是标准的 XE 结构，专门设计用于反装甲和反建筑物作战。它真正恐怖的地方在于 AI 导航系统。现有的很多无人机一遇到电子战压制就废了， GPS 信号一断就找不着北，通信一干扰就变无头苍蝇。但 HX-2 的导航信号即便被切断，它也能靠机载 AI 和视觉导航模块继续搜索目标，重新识别，完成攻击。虽然这只是一场推演，但充分证明了在现代战争中，无人机能起到的作用远超很多人想象。而这背后映照的也是北约现在抵抗俄罗斯的思路。他们正在波罗的海地区建立无人机防线，其实就是在波罗的海国家区域内部署大量传感器、自主无人机和远程打击系统，构建一个机器作战层，人推到决策链末端，由无人机群在第一线执行探测、识别和打击任务。这个概念的来源就是乌克兰的战场经验。火力军只能说，这仗打了4年多，乌克兰的含金量正在不断上升。俄罗斯在无人机面前的窘迫，全世界都看得到。所以俄罗斯现在也在补救，他们正在做一件事，继续往屋顶上送防空系统。乌克兰无人机多次光顾莫斯科后，在莫斯科一个42层高的写字楼楼顶上，俄罗斯用一架米26重型运输直升机吊上去了一套新型铠甲 SMDE 防空系统。军事分析师马西莫·弗兰塔雷利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 X 上披露了这一消息。视频显示，当时的天气条件还十分恶劣，他们明明可以等天气好点再干，非要在恶劣天气下硬上。只能说，俄罗斯就差把我很急直接写在脸上了。最扎眼的肯定还是铠甲 SMDE， 它跟老版的铠甲 S1 最大的区别就是把2门30毫米双管自动机炮给卸了。因为俄罗斯自己也发现拿机炮打无人机效率太差，干脆全换成导弹。所以 SMDE 要么带12枚标准型的57 E6 导弹，射程20公里，要么带48枚专门打无人机的小型 TKB-1055 格沃兹德微型导弹，射程7公里。雷达倒是挺唬人， AESA 监视雷达探测距离24公里，据说还能同时追踪40个目标，拦截速度上限号称每秒1000米。问题是铠甲家族的战绩本来就有些拉胯，实战掉链子也不是1次2次了。把机炮拆了换上微型导弹就能堵上窟窿，估计俄罗斯自己心里也没底。尤其还是往楼顶放，这本身就是一种妥协。地面部署的防空系统视野太窄，密集的城市建筑群会严重遮挡雷达探测范围，因此只能往高处抬升，然后就成了固定的靶子。到时候无人机专门追着它，铺天盖地的无人机飞过来，这套系统能拦多少？更扎心的是，莫斯科还在楼顶补窟窿，乌克兰则又迎来了一波加强。瑞典拍板16架 GS-39 鹰狮 CD 战斗机白送。瑞典和乌克兰敲定了2份框架协议，第一份是双边援助机制，直接从瑞典空军现役库存底调拨16架 GS-39 鹰狮 CD 战斗机。第二份是销售合同，乌克兰从欧盟900亿欧元支持贷款底拨出25亿欧元，采购最多20架全新一代的鹰狮 EF 战斗机。瑞典方面的态度很明显， CD 型先动过去，帮乌克兰过渡一下，然后再全面换装 EF 升级。这20架还只是开始，乌克兰的长期目标是100到150架。鹰狮的到来直接让乌克兰的空战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对乌克兰来说，鹰狮的短距起降能力简直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起飞滑跑只需800米，降落只需要600米，普通公路就能起降。10分钟内4个地勤就能完成一次有弹补给。乌克兰现在的机场大部分早就被俄军盯上了，这种能打一枪换个地方的飞机，战场生存率比现有的 F-16高太多了。瑞典还给这批鹰狮配了全套武器包， IRST 格斗弹、AM120 AMRAM 中程导弹，以及最让俄军头疼的流星空对空导弹。
战争打了4年多，俄军队前线最具破坏力的武器已经不再是火炮，而是滑翔炸弹。苏34前线轰炸机和苏35战斗机躲在乌克兰地面防空系统的射程之外，扔完炸弹就跑，发射距离通常在100公里左右，这给乌克兰带来了不少麻烦。然而，有了鹰狮和流星就不一样了。乌克兰方面直接把这个组合定义成了空军的长臂。流星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冲压喷气发动机，全程保持4马赫以上速度，有效射程超过200公里，不可逃逸区是 AM120 的3倍。如果乌克兰现有的 F-16装的是 AM120， 那么有效交战距离大约在60到80公里，而鹰狮加流星导弹能把这个数字翻上2-3倍。而且瑞典送过来的这批装备和萨博340空中预警机天然打通。好巧不巧，瑞典之前已经给乌克兰送了2架萨博340空中预警机，至此一个完整的空战体系成型了。萨博340预警机保持巡航，持续扫描俄军纵深空域，一旦发现苏34或苏35携带滑翔炸弹接近发射区，就通过数据链把目标信息秒传给鹰狮。鹰狮全程都不用开雷达，直接引导流星导弹从200公里外开火，把俄军轰炸机全部拦截在滑翔炸弹的射程以外。这还只是鹰狮 CD 就能达到的效果，等到新一代鹰狮 EF 到位，配上更先进的 AESA 雷达和更大的武器载荷，那才叫真正的碾压。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的针数导弹到底有多少水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